墙，防不住那些真正的火。他们犯的是人民心里边的怒火。放冰心，一个人渣，翻面防火墙，一个头上顶着原始民头的掘墓者。中共政府的网络信息审查过滤，偏偏制造14亿的竞争的奴隶。历史的罪人从来不丧生之地，他只是螳臂挡车的那只蝼蚁。全世界无产阶级全都联合起来，这是中共建政发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同样的歌词，如今却变成网络禁区，他们全都会成为时代抖落的垃圾。乌鸦三语 Great Firewall。 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香港国安法在去年6月30号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过去半年还多。无论是在国安法实施前或者是实施后，香港对于网络的审查还是维持以前的样子，一般只会对侵犯版权或者是色情一类的内容进行审查。对于其他的更广泛的领域，香港的人民呢还是充分的享有网络自由的。但是最近事情有一些转折，香港有一个网站叫做香港编年史，这个网站上呢有许多根据立场不同而分成不同颜色的商家的分布地图，还有一些被公开过的亲建制派的人士和警察的个人资料。这个网站是2019年香港的示威浪潮期间，很多亲建制派的警察、记者等等的个人信息会在这个网站上进行曝光，就等同于是一个人肉搜索以后的曝光台。但是呢，这些资料都是来自于公共网络空间的，只不过是做一些整理和汇总，它并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在香港称为起底，就是揭你老底嘛。就像这样的一个网站，它已经存在了1年多了，但是就在这几天，很多香港的朋友发现他们连接不上这个网站了。但奇怪的是呢，如果人不在香港，在其他的地方去连接这个网站，那么它是可以打开的，并且如果使用 VPN 等翻墙工具，那么在香港也可以正常的打开这个网站。那么这个事情就说明中国大陆的长城防火墙已经进入了香港，也就是那一个 Great Firewall 正式的在香港启用了。港版国安法第43条规定，香港警方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的时候，可以要求信息发布人或者是有关服务商移除信息。而根据香港政府之后公布的相关的实施细则来看呢，警方可以在香港保安局局长的批准下，限制或者停止任何人接入该平台或者相关部分。也就是说，在香港这个地方封网它已经有了法律的支持，但是跟中国大陆不一样的地方呢，香港它好歹需要局长去签字才能封锁一个网站。如果说一份封锁令的文件从起草到局长签字可能需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过程的话，那么这个局长一天也签不了几份出去。可在中国大陆想要封锁一个网站，那可不需要什么签字，随便一个什么阿猫阿狗，只要是政府部门里边的人，甚至呢都不是政府里边体制内的人，而是政府外包的这些外聘的人员，只要他们以政府的名义给这些网络供应商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封禁某一个网站，那么这些网络提供商他们就会毕恭毕敬一溜小跑的立刻完成任务，并且呢给政府一个满意的交代，甚至呢对方都不用出示任何的文件或者是法律文书，甚至呢连对方的身份都不用核实。他们可以把网站数据从他们自己的服务器上完全的硬件层面上的删除，而不需要向网站所有人，也就是他们的客户有任何的交代。他们也不用担心这些被删掉网站的这些客户来找他们，来起诉他们，因为他们会说我是按照国家监管部门的要求来删除你的网站的呀，有本事你就去告政府去啊，你来告我干什么？我也是执行政府的命令而已嘛。他们当然知道老百姓怎么可能去告政府呢？因为中国的法院就是共产党开的嘛，国家安全它就是一个口袋罪，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都可以往里边钻，并且呢不需要给你任何的理由。比如说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叫做雅虎电邮事件，事件的主人公叫做施涛，他当时在2004年的时候，他在湖南省的一份报纸名叫当代商报做编辑。在有一次报社内开会的时候，报社领导口头向这些中层编辑传达了一份文件，名字叫做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领导说海外民运人士有可能在今年的6月4号，也就是6·4事件15周年的时候，他们将来到大陆做一些纪念的活动，有可能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一些影响。这份通知要求各媒体单位不得报道和6·4事件的相关任何信息。施涛呢，他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除了在这个报社做编辑之外，他还经常的向其他的这些杂志报社去投稿。
于是呢，施涛用他听到的这份文件的内容写成了一个稿子，把它投稿到了国外的一家杂志，名叫《民主通讯》，并且呢得到了发布。中共当局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以国家安全局的名义向雅虎公司提出要获得这份电子邮件的内容以及电子邮件个人的信息。雅虎公司配合了，交出了这些所有的信息和数据。11月份，施涛被逮捕。在开庭的前夕，准备为施涛辩护的律师被神奇地吊销了律师执照。在庭审辩论的时候，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了这份文件是不是属于国家机密的这个问题上边。中国的法律嘛，它就是走一走过场，当它需要任何的鉴定或者是任何的文件的时候，它可以让相关部门自己写一份，盖上一个章。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部门和部门之间打一个电话的事情，不会有任何人会因为这一份鉴定书而要去担责任。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份鉴定书将决定了另外一个公民是否要去承受这10年的牢狱之灾。最后呢，中国的国家安全局鉴定结果呢，认为这份文件它属于国家机密，并且在判决结果上他写道，该文件属于绝密级国家机密。可笑吧？中国的法律和中国的法院，凡是只要牵涉到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案子，那么法律的公正将荡然无存，他们就都会变成为共产党擦屁股舔裤子的狗头衙门。其实啊，共产党真正要整施涛，他并不是因为这份狗屁文件的事情，这份文件它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它和百份千份中共中央发的那些文件一模一样，就是吹一下风，传达一个精神，就仅此而已。他们真正要整施涛的原因，是因为施涛在过去发表了不少同情6·4事件的文章，而这次呢，终于让共产党逮到了机会，利用国家安全这样的口袋罪，任意的去打压这些意见人士。随着这些不一样的声音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弱，那这个社会是不是就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了呢？它当然不会了。当这些能让政府忌惮的声音完全的消失以后，那么大家想一下，政府它再次做这些灰色地带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不再被束缚住手脚？那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人将承受这样法律之外的降维打击，这样的无妄之灾？如果说谁承受过这样的痛苦，那是不是他的周围的亲戚朋友一个带10个，10个带100个，一旦条件成熟的时候，他们都将变成把这些官员们吊在电线杆上的那些最暴力的人？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如果把这些声音全部消除以后，那么政府将失去看到自己问题的机会。他以为自己在做没有问题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上已经在挑战人民的底线了。当中共政府在做觉得有争议的事情，或者是有风险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其实上是已经在做极高风险的事情了。就好比马保国这样的太极大师，这样的中国传统武术大师，他们在一次一次的自我心理暗示自己是天下第一，自己是功夫高手，并且把这样的东西当成一种文化，让徒弟去继承起来。大家看，这是不是像极了共产党？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很先进，自己很牛逼，自己代表了全中国人民最先进的力量，最先进的思想。这不就是那个闪电5连鞭的马保国吗？以前都以为是中共政府想要维护中国传统功夫这一金字招牌，而去保护这些连骗带哄的所谓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功夫。但事实上，问题的本质在于，这些所谓的传统功夫，他们用来发展壮大的这种模式，其实上就是一种行骗的模式，一种自我洗脑、自我麻醉的模式。他们真的以为自己蒙起眼睛，捂住耳朵，自己不听、不看、不想，不断的自己夸自己，不断的自己给自己壮胆，那么他就真的能成为世界第一了。如果这条路能走得通的话，那么朝鲜他早就是世界第一了，对不对？金正恩的名头可是宇宙无敌大元帅啊，这可不是笑话，这是真的。如果说上个世纪60、70年代搞个人崇拜，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途中摸石头过河，走歪了方向，试错的一个过程。那既然已经知道了错误，为什么在这个年代还有人去搞个人崇拜呢？现在中国的状况是，当这些不一样的声音全部被消灭掉以后，你的微信朋友圈里边除了带货鸡汤文章以及日常流水账之外，你再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你再也不知道你周围的朋友们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人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除了吃喝拉撒之外，一切的事情都在与中国人无关。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手法，想一想许家润被嫖娼，再想想马云因为说错话就能让他2300亿元的融资变成泡影。如果共产党觉得你的哪一件事情做得有问题，他们并不会就那件事情去处罚你，因为他们知道那件事情是合法的。作为一个表面上讲法律的政府来说，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去用那个事情处罚你，但他们有的是办法揪住其他的小辫子，数倍的让你付出代价。这就是他们流氓的本质。在经历了这几十年的文字狱之后，大家想过没有，如果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如果这样的变革的过程，即便是由有智慧的非暴力的人去领导这样的社会变革，
但如果像前边那些被降维打击过的、被法律之外将社会主义铁拳殴打过的这些人们，他们可是满腔怒火、满腔仇恨啊！一旦共产党政府的维持体系停转以后，那么他们又将主导一个新的暴力的力量，那最终的结果也将变回像共产党一样的暴力去推翻另一个暴力，而新政府也有很大的可能变回像共产党一样的以暴力的手段、以流氓的作风去进行社会治理的一个政府。如果失败呢，就让共产党更加的暴力。所以说，这样的言论的管控，无论是对现阶段的共产党，还是对未来中国的整个命运，都将埋下不可原谅的祸端。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Peace。